大家好，我是你的人生顾问定，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我最近常遇到客户跟我咨询，遇到挫折，陷入低潮，走不出来该怎么办？今天我们来聊面对挫折你该学会的3个方法。有时候我们会遇到亲人逝世、感情分手、职场挫败，那我们可能会想，这个事为什么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为什么是我？我们觉得无辜、无助，甚至愤怒，陷入低潮的情绪，久久不能自拔。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也想振作，但就是很在意被影响，没办法。纽西兰心理学家 Lucy 也曾经陷入苦痛，久久无法自拔。2014年，她跟朋友开车出游，没想到朋友的车被一辆违反交通规则的车撞上，车上3人全部丧生，其中包括她12岁的女儿 Abby。Lucy 被辅导专家告知，她未来可能面临的负面状况，像是离婚、分居、罹患精神疾病等等情形。Lucy 听了就想 ：“Oh my God， 我还需要你告诉我会有多惨吗？我需要的是希望，而不是一再打击。她需要的是能够度过这段悲伤的方法。”于是她决定撇开传统的辅导方式，用自己当作实验对象，尝试某些新方法。他花了5年时间亲身实验，他的确发现某些方法可以帮助到他。这些方法是任何人都可以学习，而且所有人随时可以用的。他的确帮助了人们渡过难关，从逆境中站起。古人说，人生有3大痛：少年丧父，中年丧偶，晚年丧子。这些是最难以承受的精神创伤。那 Lucy 是用哪些方法来度过他的丧子之痛呢？我们来往下看。第一个方法，我们必须认知，苦难是每个人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现在活在社群时代，每天看 FB、IG， 看到大家晒美景、晒美食、晒美好的事物，看久之后会陷入一种错觉，以为其他人都过得很好。然而，真实人生并不完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难，有的人会遇到感情分手、工作挫折，今天又被谁骂了，等等各种状况发生。我们并不知道这些意外何时发生，知道就不叫做意外了。然而遇到这些状况，有的人会选择抱持着苦难不放，他会问：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为什么是我？纠结在这些负面情绪，久久不放。但是我们也可以问：为什么不是我？我们跟其他人一样，也会发生坏事情。我们并不比其他人来的倒霉，但是这不代表我们欢迎这些坏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只是我们可以选择，当发生的时候，不要被这些负面情绪所影响。这是我们可以做的。第二个方法，选择将注意力放在哪里。远古时代，我们人类会为了生存，将注意力放在威胁上面。想象一下，你今天是原始人，出了山洞要去狩猎，左边的路风光明媚，甚至出现彩虹。突然你发现右边的草丛里面有动静，你会立即将注意力放在右边的草丛里面。你会担心右边的草丛里面是不是有什么毒蛇猛兽会冲到山洞里面去伤害你的家人。对于危机的威胁、担心、焦虑，这些负面情绪，它有助于我们生存。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容易担心、焦虑、想太多的人的话，说不定你在远古时代很容易生存。然而，我们今天活在一个网络社会，打开手机，出现新闻广告，他会问：你是不是要注意减重啊？要注意落法危机啊？是不是要赶快财务规划？要赶快准备退休啊？这些对于威胁充斥在我们大脑里面，并不是说这些警告对于未来准备不重要，但是我们必须告诉自己的大脑，生活上不是只有充斥威胁，还有更多美好的事情。2005年，科学家 Martin 有做一个感恩清单实验，他邀请参加实验的人每天写下自己生活上的好事。6个月之后呢，他发现这群人相较于过去更加感恩，幸福感提高。
降低了忧郁。所以谁说生活上的小确幸它不重要呢？你可以用自己的方式，积极有意识地去记录每天生活的好事，它有助于我们更加注意到快乐与幸福。Lucy 的第3个方法，扪心自问。当我们想要做一件事，不知道该不该做，或者说我们已经在做一件事，不知道该不该继续做的时候，我们可以问自己，这件事做了对我们来说是帮我还是害我？ Lucy 也曾经想过，她要去法庭现场去看肇事者，她问自己，这样做是帮自己还害自己？她摇摇头。Lucy 也曾经在半夜睡不着，拿起 AP 的相簿，一张一张看，一张一张翻，越看越难过，越看越伤心。她立刻问自己，这样继续下去是帮自己还害自己？她选择把相簿关上，上完回去睡觉。 这样的一个问题帮助 Lucy 度过很多无助的时刻。我觉得这个问题也蛮好用的，可以用在我们比如说冲动购物、冲动消费。我们可以问自己，这个东西是我想要还是我需要？或者说，当我们发生冲突、争执的时候，我们可以立刻问自己，我接下来的举动是能够解决问题，还是让问题更复杂？我也常问像我咨询感情的客户，问他们说， 你不想分手，那继续下去会快乐吗？有办法快乐吗？如果分手的话，是不是虽然短暂的痛苦，会带来长久的快乐？我请他思考后回答我，不管答案是什么，我请他就去做选择，不要纠结，不要后悔，因为那对我们没有帮助。总结一下今天分享的3个方法。 第一，我们必须先认识苦难是每个人生活中的一部分。具备这样的心理建设之后，每天刻意去练习，留意生活中的美好。如果说遇到卡关的时候，我们可以问自己：我这样做是帮自己还是害自己？我相信这3个方法对你一定有帮助。影片中的图表我会提供给各位，让各位可以实际去演练、去练习。处理方式我会放在影片资讯栏里面。希望在2020年这个疫情新时代， 不管是大苦难还是小苦难，我们都能面对自己的苦难。如果说各位有其他面对挫折的处理方式，欢迎在底下留言，可以让需要的人参考。或者说你遇到低潮、遇到挫折，也可以在底下留言，让我替你打气。我是你人生顾问定，我们下次见。